全球咖啡店最多的城市不在意大利，不是纽约，而是中国上海。根据报告显示，截止2023年5月，上海就有8530多家咖啡店，而且超过一半是独立的精品咖啡馆。意思是说，超过一半的咖啡馆都是中国本土的，这里还没加上本土的连锁咖啡店。平均每万人拥有3.45家咖啡店，平均每公里就有1.35家。这是否可以说中国咖啡已经弯道超车了呢？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咖啡的发展历程。中国咖啡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同治年间。同治55年1866，上海的美国传教士高霹雳夫人出版了一本造洋饭书。这本书中将 coffee 音译成了科啡，并记载了咖啡的烘焙以及制作方式：猛火烘科啡，勤铲动，勿令其焦黑。烘好盛热，加奶油1点，装于有盖之瓶内盖好，要用时限压。而最早类似现在咖啡店的店铺，约出现在清末。据清末民初之人徐克叙述，饮咖啡，欧美有咖啡店，略似我国之茶馆，天津、上海亦有之，华人所仿设者也。兼受糖果以佐饮。徐克的书采取了许多清人笔记，可推断所谈之事出现在清末，但是咖啡的味道以及价格并不能被当时的国民接受，因此咖啡店的发展不孕不火。相较于西方，中国的咖啡起步要晚很多，但是这并不影响咖啡在中国的发展速度。直到1989年，雀巢在中国推出速溶咖啡，咖啡正式进入中国消费者的视野。此时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在于咖啡的功能性。1999年，最大的连锁咖啡店品牌星巴克在中国开设第一家门店，消费者对咖啡的关注点从功能性转向了社交体验。2010年，便利店咖啡兴起，咖啡逐渐成为中国消费者的日常选择。而在近几年，咖啡消费水平几乎是爆炸式的增长。2016年，中国人均年饮用咖啡数量仅有9杯，而此时芬兰人均足有1080杯，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着很大差距。但是发展到现在，全国共有咖啡店132833家，上海以8530家稳居全国以及世界第一。一线城市的咖啡市场已经趋于成熟，近几年3、4线城市咖啡店的增长率反而更高。相较于2022年、2023年，3线城市咖啡店数量增长率为78%，远超一线，但是一线的增长率也高达37%。整个咖啡产业的规模也在不断增长。2022年，中国咖啡产业规模达到2007亿元，预估在2025年将达到3693亿元。而对于国内的咖啡消费者，也日益成熟。根据对中国咖啡消费者饮咖频次调查发现，超过25%的人甚至会每天1杯起。此外，调查中关于饮咖原因的数据表明，60%的人饮咖原因是放松舒缓。消费者的饮咖观念从功能性的提神醒脑向精神愉悦方面转变。反观连锁咖啡店，从全球来看，星巴克依旧占据着榜首，但是中国连锁咖啡店发展之迅猛也很可观。据统计，2022年中国连锁咖啡品牌共计733个，其中28个品牌门店数量超过100家。截至2023年，瑞幸以9351家成为中国门店数量最多的连锁咖啡品牌，星巴克数量为6200家。根据8月1日瑞幸咖啡公布的2023年第2季度财报，单季营收达到62亿元，首次超过星巴克中国。但是在关于消费者偏好度的研究中，瑞幸以42.8%低于星巴克的67.7%。从发展路线来看，瑞幸走的是薄利多销的方向，客单价仅是5元。反观星巴克等国际品牌，客单价都在40元左右。中国咖啡市场的发展潜力巨大，但是竞争也大。在无数咖啡店林立的同时，也有无数咖啡店在倒下。连锁咖啡店在市场中，不管是价格还是品质，都占据了极大的优势。独立咖啡店的生存空间很小。对于目前的消费者来说，咖啡店已经趋于饱和，但是消费者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。咖啡店的弯道超车，远不如消费者群体的拓宽。